大家好，冬天天气冷，怎么发面蒸馒头简单又快速呢？而且发面不要只用酵母粉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10分钟发面的小技巧，保证你蒸出来的馒头雪白雪白的，暄软又好吃。最主要是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200毫升温水，水温在40度左右，再加入1勺白糖，然后加入1个鸡蛋清，1勺白醋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加入鸡蛋清，可以让蒸出来的馒头更加的暄软有嚼劲。加入了白醋，可以使面粉发酵得更加快速，蒸出来的馒头更加的雪白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加入5克酵母粉，然后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粉融化，搅拌至看不到酵母粉颗粒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接下来准备500克普通面粉，把搅拌好的酵母水慢慢的倒进来，一边倒一边搅拌。蒸馒头的面团不要和得太软了，一直搅拌至像这种大面絮状就可以，然后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有很多朋友蒸出来的馒头都不太光滑，其实是揉面的时候没有揉到位。这里我们可以分2次来揉面，第一次揉面的时候不太容易揉光滑，这个时候的面团表面看起来很粗糙，我们把面团转移到揉面垫上，先松弛2分钟，2分钟之后我们再来揉面，这个时候面团很容易就揉光滑了，而且面团变得更加的细腻。揉好的面团给它放到大碗里面，表面抹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这样做可以让馒头的表面变得更加的光亮好看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给它密封好。然后锅中加入1碗清水，开小火，把水温烧至温热。我们可以用手试一试温度，感觉有一点点烫手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候把面团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，醒发10分钟左右。醒面的过程中尽量不要打开盖子，以免影响发面效果。10分钟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满满的一大盆，面团发酵得非常好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，非常丰富的蜂窝组织，里面也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放到案板上揉一揉，排排气。我们尽量给它多揉一会儿，揉得越光滑，做出来的馒头就更加的细腻。揉好之后直接搓成长条，然后分割成大小均匀的面剂。面剂的大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，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。然后把每个面剂再揉一揉，整理成馒头的形状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揉好之后，馒头生坯上再撒上一点干淀粉，这样可以让蒸出来的馒头表面更加的光滑，吃起来更加的有嚼劲。做好的生坯直接放到蒸锅里面，这个时候先不要开火，摆放的时候中间要留有足够的缝隙，然后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5分钟。这一步非常的重要，不能省略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馒头生坯体积明显变大，看起来胖乎乎的，用手拿起来轻飘飘的就发酵好啦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水烧开之后大火蒸15分钟，时间到之后关火再焖3分钟，这样可以防止馒头塌陷。现在3分钟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香喷喷的大馒头就蒸好啦。用手按压一下，馒头快速回弹不塌陷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啦。学会这样发面，蒸出来的馒头非常的蓬松暄软，而且一点也不塌陷，表面光亮光亮的，掰开之后内部组织也是大家好，在家炸丸子切记不要乱加淀粉和面粉，
一定要牢记3放4不放的诀窍，这样炸出来的丸子才会蓬松鲜软，外皮酥脆，非常的好吃。今天我就把炸了30多年的丸子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炸丸子分素丸子和肉丸子，今天我们就来做素丸子。冬天的萝卜营养价值高，而且还非常的便宜，好几个萝卜才花了2块钱。首先我们准备这样的青萝卜和胡萝卜，用擦丝器擦成粗粗的细丝。青萝卜擦好之后，再把胡萝卜也擦成细丝。全部擦好之后，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加入1小勺盐，再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腌出萝卜丝里面多余的水分，这样还可以去除萝卜丝的辛辣味。抓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再来准备一点这种生晒虾皮。萝卜配虾皮非常的鲜香，而且营养也非常的丰富。把虾皮用刀切得碎一点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准备2个昨天吃剩下的馒头，用刀切成大块。很多人在炸丸子的时候不是加淀粉就是加面粉，那样都是错误的，难怪炸出来的丸子硬邦邦的不好吃。无论是炸肉丸子还是素丸子，一定要加馒头，这样炸出来的丸子才会蓬松鲜软，外皮酥脆。馒头切好之后放到绞肉机里面，把馒头打成碎末，如果没有绞肉机的话，也可以用刀剁成碎末，效果都是一样的。打好之后像这样就可以啦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萝卜丝也已经腌好啦，看一下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然后用手用力挤一挤，把里面的水分挤干净，不然的话炸出来的丸子容易出水，影响这个丸子的成型。所有的萝卜丝都挤好之后，给它放到案板上，然后用刀切几下，把这个萝卜丝切得碎一点，这样更方便等一下我们做丸子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有一点颗粒感，口感更好。然后再用刀轻轻剁几下，全部剁好之后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再加入我们切好的馒头末，再加一点提前切好的葱姜末，再把切好的虾皮也加进来，最后再加一点香菜末，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加，然后再加入2个正经的鸡蛋，调味只需要加1小勺盐，切记盐不要加的那么多，再加入1小勺鸡精，1小勺13香，最后加1小勺小苏打，如果没有小苏打也可以用泡打粉，小苏打遇热会膨胀，所以炸出来的丸子非常的蓬松。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把里面的调料化开。搅拌均匀之后再加1勺面粉，面粉不用太多，面粉就是粘稠剂，把所有的蔬菜都能粘合在一起。炸丸子1不要放生抽，2不放老抽，3不放蚝油，不然炸出来的丸子会发黑。4不放淀粉，淀粉炸出来的丸子比较硬。1放鸡蛋，2放馒头，3放小苏打，这几样东西能起到蓬松鲜软的作用。最后把我们做好的馅料团成丸子，然后再把油温烧至3成热，把做好的丸子一个一个下入锅中。下丸子的时候要贴着油面下入，这样不容易溅油。丸子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，开中小火把丸子炸至定型。丸子定型之后再用铲子轻轻的推动，全程都要用中小火慢慢炸，一边炸一边翻动，这样可以使这个丸子受得均匀。切记油温不能太高，否则外面炸黑了，里面还没有熟，所以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炸。炸至丸子表面金黄酥脆，全程大概5分钟左右。蔬菜丸子我们不需要复炸，
炸至表面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啦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它控油捞出来，装入盘中，美味即成。哇，好香啊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虽然是油炸的，但是它里面一点也不吸油，非常的蓬松鲜软。这样的丸子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用它来炖菜或者是做汤，都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鸡蛋这样做出锅居然这么好吃，连挑食的孩子都要抢着吃。最主要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6个正经的鸡蛋，我这里用的是笨鸡蛋，笨鸡蛋更加的有营养，聪明的鸡蛋不好吃。再来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，改刀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2块钱的猪瘦肉，先改刀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厚均匀一点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肉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一把洗干净的小葱切成葱花，葱花可以多切一点，味道特别的香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家里有条件的再准备一点虾皮，这样味道更加的鲜美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往里面加入2勺生抽，1小勺芝麻香油，再把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，再加入半碗温水，然后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把所有的调料搅拌至融合。搅匀之后再打入5个正经的鸡蛋，最好选用土鸡蛋，土鸡蛋的口感更好，也更加的有营养。打好之后放到蒸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水烧开之后中火蒸8分钟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1勺淀粉，再倒入半碗清水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放入几片生姜，开小火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生姜夹出来，不要，这样就不会吃到生姜了，还能闻到生姜的香味。再把切好的肉末加进来，翻炒一下，把肉末快速炒散，炒出香味，炒至肉末变色，炒至有一点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胡萝卜丁加进来，虾皮也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出虾皮的香味，把胡萝卜炒至断生。炒好之后加入1小勺盐，1勺白糖提鲜，1勺蚝油，适量的生抽，一点点老抽提色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出酱料的香味。炒匀之后再倒入半碗清水，水开之后把调好的水淀粉加进来，然后用铲子快速的翻炒均匀，一直把汤汁熬至粘稠就可以啦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关火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鸡蛋也已经蒸好啦，哇，好香啊！然后把它取出来，再用小刀在鸡蛋上面打上10字花刀，这样能让鸡蛋更好的入味。然后把炒好的料汁淋在鸡蛋上面，哇，这也太香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，美味即成。鸡蛋这样做非常的好吃，又有营养，有蛋有肉还有蔬菜，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。上桌之后全家人都爱吃，最主要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鸡胸肉别再炒着吃了，把它放进滚烫的油锅里，
出锅瞬间变成美食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居然这么好吃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早上花3块钱买了一块鸡胸肉，先把鸡胸肉表面的筋膜和油脂剔除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胸肉口感会更好。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先观察一下鸡胸肉的纹路，我们要逆着纹路来切，这样切出来的鸡胸肉吃起来不塞牙，比较嫩。先切成大一点的块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厚厚的片。如果切得太薄了，很容易被炸干，吃起来就不够嫩滑。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粗条，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在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1小勺面粉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。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力，这样能有效的去除鸡胸肉表面的细菌，同时也能够去除鸡胸肉里的血水和异味。抓拌至有一点点粘手，然后碗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鸡胸肉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，这里要多洗几遍，最后洗至水变得清澈不浑浊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控干水分，给它捞出来，用力挤一挤，把水分挤干。挤干水分之后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再加入一点点五香粉，适量的白糖提鲜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加1勺辣椒粉，再加入1勺生抽调味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抓拌2分钟左右，让鸡胸肉充分的入味。如果时间充足的情况下，可以放冰箱里冷藏1个小时，这样会更加入味。再来准备1把小葱，我们只要葱叶，葱白不要。再把葱叶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然后倒入80度左右的热水烫一烫，这样能够锁住小葱的颜色。后期做出来的菜品，小葱的颜色翠绿不花黄，烫30秒左右就可以。时间到之后给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在菜板上，改刀切成葱末。我们尽量给它切得碎一点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如果不喜欢吃葱香味的，也可以换成韭菜或者是香菜。切好之后直接放到鸡胸肉里面，然后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鸡胸肉都裹上葱花。抓匀之后在碗里面打入1个鸡蛋，然后继续用手抓拌均匀。加入鸡蛋能够让鸡胸肉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滑嫩。顺着1个方向多搅拌一会儿，让每一根鸡胸肉都裹上一层薄薄的鸡蛋液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在碗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1勺淀粉，继续用手抓拌均匀。这里如果太干了也不能加水，正确的方法是加鸡蛋，鸡蛋能够增加面糊的稳定性，而且更容易挂浆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把锅烧热，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把油温烧至5成热，筷子放进去能够有密集的小泡泡出现，说明油温已经够啦。然后转小火，把裹好浆的鸡胸肉一条一条下入锅中。刚下锅的时候不要动它，开小火慢慢炸，炸至鸡胸肉定型之后，再转中大火炸1分钟，然后再用筷子翻动翻动，这样鸡柳不会脱浆，更加的好吃。全程都要用筷子不停地翻动，炸至鸡柳变得微微花黄，然后控油先给它捞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哇，好香啊，葱香浓郁。然后把油温烧至7、8成热，再把炸好的鸡柳倒入锅中复炸一遍，这样炸出来的鸡柳会更加的酥脆。开大火炸至金黄色，
把所有的鸡柳炸至金黄酥脆，就可以出锅啦。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控油，把它捞出来，装入碗中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颜色金黄金黄的，香酥可口的炸鸡柳就做好啦。这样炸出来的鸡柳外酥里嫩，咬上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谢谢您的支持。